Let's go east, running down the river. West, we've already been south, yeah, and it feels like home. But my true north is anywhere we can go. Whoa, whoa, whoa. Anywhere we can go. Hello， 大家，我是林。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上船，然后其实我们上船前有一个惊险的小故事，我们差一点就上不了船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在上船之前，我是有先做了功课，就是上了 NSC， 看它的登船点到底是在哪里。那他给的那个资讯，其实他是写说是在就是威尼斯那边的马盖拉，我不知道我念的标不标准。我有先做了功课，然后先做了一个查询。那的确在威尼斯，因为威尼斯会有分就是本岛，就是大家都会逛的看叹息桥啊，坐贡都拉那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外岛。然后很多人其实会住在外岛，因为外岛的饭店会比较便宜，本岛的饭店真的贵翻了。那在外岛这个地方的确就是有一个地名，然后有一个港口，它就叫马盖拉，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很放心，就没有再很认真的去看里面的资料，因为就很明显的这边就是有一个叫做马盖拉的港口，所以我不疑有它，我就会觉得说好，那它就是在马盖拉的港口那边上船，然后我又会觉得说 NSC 是一个很大的船公司，所以呢到那里之后呢，一定就是上船是没有问题的，一定很好找，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疏忽了要把资料其实看详细的这件事情，所以这真的是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发生了什么很惊恐的事情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还是会习惯，如果隔天有要就是交通上的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比较早退房，早一点，不管是到车站啊，还是要到定点转换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会比较充裕，因为一来是国外真的各大转乘站也很多人，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宁愿提早一点出门，早一点到。那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临时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会有时间可以去应对跟应变，所以当天我们很早就从威尼斯的饭店就退房了。我们是住在威尼斯的本岛。那退房之后呢，我们就想说，本岛到外岛搭乘火车的话，其实只有一站，我们就很早就退房了，就去搭乘了火车。搭了一站，过了那个本岛跟外岛嘛，就还会再过一个那个海。我们搭乘了一站，就到了马盖拉的那一站。那一站出去之后呢，是先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因为没有人，是一个很小的站。我们又提着很大的，就是27到28、9寸的行李。它下车完之后呢，你要出站，其实是要先下到地下室。再走，在楼梯上来，它是没有电梯的。欧洲很多地方的车站，除非你是超级大站，像米兰那些，就是会有电梯上下。那基本上，如果你的点是小站或比较旧的，它是没有电梯，你完全就是要靠你的体力、脚力，你就是要去扛那个行李。那我们心里其实就觉得，好吧，那真的也只得扛咯。所以我们就走，但是因为还是会觉得说奇怪了，因为搭船的人其实一定是会很多的。那这一站怎么我们一出来之后，其实没有人只有我们我就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很怀疑，说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么少人？所以我就抱持着，如果走在路上的时候有遇到人，我们就边问，可以避免就是可能我们心中的怀疑或是疑问。那的确，我们在已经扛着行李。要上来要出站的时候，我们就是碰到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地人我们就碰到了一位先生。那我们就先询问他说NSC 这个港口是不是在这边搭？那他也非常的热心他跟我们说没错，
那你就是在往前走多久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到达，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公车。所以我们就想说，哦，好吧，那就因为我们在欧洲其实已经习惯行走啦，因为欧洲人其实他们也习惯是行走，二来是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搭地铁或是交通工具怕会有被偷窃的危险，所以我们蛮习惯都会边走就边逛，所以我们就选择说，既然就是已经快靠近港口了，我们就边走边逛边去，因为我们非常非常早就出门，然后我们就边找我们需要登船的港口。好，问题来咯，我们就开始边走边走，那边会有一点点像，好像我们你知道有点像在台湾的时候，你可能会去一些有点像产业道路，那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你可能一望过去不是停车场就是工厂，那边的状态是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我们沿路走，旁边是没有住家，都是很空旷的，不是草，或是旁边就是公路，那要不的就是停车场，但是你在停车场只看到一排的车，你也没有看到人，我们就还是走，像港口边版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刚刚问人了嘛。结果我们走着走着就觉得说，心里越来越产生怀疑，为什么呢？因为 NSC 是一个可以搭载上千人的船怎么沿路只有我们？非常非常的人烟稀少，所以我们又打算说，好吧，就跟我先生说，如果我们沿路再遇到人，我们再询问一下。好不容易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一对情侣或是夫妻吧，朝着我们走过来，我们觉得太好了，那再问一次，所以我们就跟对方打了个招呼，再询问一下。他说NSC 这个登船点的港口是不是这边啊？怎么走？那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意大利威尼斯嘛，那边其实很多很多的观光客，所以很不巧的我们遇到的其实他也是观光客，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他回复我们说他真的不清楚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就继续走，但越走觉得越荒凉，真的我只能用荒凉2个字形容。那我们还是觉得说心里啦，我们2个其实都已经很有默契的觉得说好像哪里不对劲，好不容易我们走到了，因为我不是说那边有很多很大的停车场嘛，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停车场，它有一个像货柜屋，那我们会觉得说那有点像可能收费啊停车管理处一定会有人，那我们就沟通好了，觉得说再问一次，所以我们一样还好管理室真的有人，那应该是意大利的本地人，那虽然我们是用很破的英文跟他讲，但是他我觉得意大利人蛮热情跟热心的，他蛮耐心的听我们讲，对，虽然我们可能是用单字的在沟通或是什么，但是他尽量的去理解我们要说什么。那也可能因为他是当地人，所以他他就很清楚，我们一问他就已经知道说 NSC 的登船点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听到了一个英文的关键字，他跟我们说这个登船点不是在外岛是在本岛。其实当时我的心真的凉了一半，因为我们才很早从饭店出门，扛了行李，搬了楼梯，走了很长的一段15到20分钟的路，把行李拖到这边来了。而且我们还听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对方跟我们说，因为这个地方很偏僻，就是靠近港口的地方，他说这里其实我们已经搭不到公车可以到本岛，他说连我们要叫车计程车也非常的难叫。当时我真的是快要哭了，我心里跟脑子里面跑出了上百种可能，因为我们眼看的时间只剩下1小时多，我们一定要去 booking， 因为它登船其实是会有一个你要在多少时间前 booking 完成才有办法上船，所以我心里已经跑马灯，想说上不了船怎么办，赶不及怎么办。那我们除了船费浪费掉了之外，我们还要再临时去找住宿，那回程的飞机票也已经买好了，我们还要等于额外要再支出一个很大笔的钱，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搭邮轮，而且是在国外的
上船点，我们很兴奋嘛，心里也会觉得很失望。这一趟旅程难道就这样子了吗？所以我们真的就拜托这个管理员说，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叫得到车，让我们就是到本岛的 NSC 搭船点。那他就是有很热心，一直在帮我们通电话，都讲意大利文，我是听不懂。那他讲超久的，我那时候心里好忐忑哦，一直很烦恼，然后想了各种百种的可能，跟我们后面要怎么做，已经打了最坏的打算。那一直看他很焦急的，一直在帮我们联系，大概他联系了有快要1个钟头。那1个钟头之后呢，他终于跟我们说，他联系到车子了。我好像在洗三温暖哦，因为我已经打最坏打算了，眼看着时间1分1秒的一直过去，所以我已经想说，好了，真的就是上不了船了。我顿时之间觉得他是我的天使，我心中终于放下了大石头。他跟我说，车子大概可能10到15分钟会过来，请我们等待一下。然后终于我们等到了，他帮我们叫的计程车来了。我上次应该有分享吧，我在西班牙坐计程车，它其实费用是很亲民的，跟台湾差不多。但是移转到法国或是意大利的时候，它其实平均真的是1分钟就是跳台币100块。但是我们心里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因为觉得花那个1-2千块，但是可以让我们搭到船，这是很值得的。我们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所以我们也不管说它的费用到底是多少，先上车再说。一上车之后呢，非常的有趣，这个司机真的很意大利人，而且非常的风趣开朗。沿途中呢，他一直在跟我们开玩笑，也一直跟我们说他在威尼斯这边坐计程车，但是他是很罩得住的。然后他是说他的车子是可以直接开进港口，只要我出示我的登船证，他可以直接就把车子载我们啦到 NSC。他说不是所有的车子都可以这样进去，我心里在想说是真的假的，但是他很风趣一直在说他这里是他很罩得住的地盘。我们心里就想说好吧，那但是至少心情已经是轻松的，很确定说啊我们搭得上船。因为虽然坐火车啊跟搬运行李时间很长，但是搭上车，其实我们从这外岛的马盖拉搭到威尼斯的本岛，其实如果坐计程车啦，其实只要大概15分钟左右就会到。所以不管怎样，我至少确定说我们一定是上得了船的。果然到了，他载我们到了本岛的那个港口这边要入口，那司机就有跟我要我 NSC 的登船的证明，那就给他看之后呢，警卫的部分就放行了车子进来。Gente, eu quero sacanear meus filhos, vocês têm que me mandar foto do cara que me deu o buquê. 你在拍景，我在拍你。你不拍景拍我干嘛啦？有啊，开始在拍景了。 Não foi você? 没有景的时候当然是拍老婆了。嘴巴这么甜。 Esse tiraram, eu sei, né? Fui eu que tirei, né? 我在想那些人到底是怎么进来码头的啊、走进来，他们怎么那么熟门熟路？是叫我们自己，就算知道在这怎么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来。问一下。因为它这边也是很大片的，你看，就是都是停车场。好像应该可能是从那一头吧。人也可以走，就是一定是问啊。这些人就是拉行李。是哎。所以我们计程车可以坐进来，真的是厉害。真的那个司机是厉害。真的里面我也只看到我们这一台计程车在行驶，其他的都是停在比较外面，然后他们在拖行李走进来。这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原来这个计程车司机他不是自己在那边说自己很厉害，是他真的可以把车开进去耶。那里面也只有我们一台车，那更帅的是他就直接把计程车就是开到了因为港口其实会有很多的登船处要缺印的，他就直接开到我们 NSC 登船的登船出口，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把行李跟人，我们就是直接下在门口了。我真的觉得天哪，我终于可以上船了。计程车费呢，的确也是1分钟100块，所以大概开了15分钟的车程，我们大概也花了大概1500左右，就15分钟。对，那至少放心的是，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搭船咯。这可能成为我，因为这是第一次登船嘛，成为我们一次很难忘的经验。我觉得我到现在应该一辈子都会记得，心情也像喜上温暖。就像我说的，前面我们拉着行李走都没遇到人，到后来终于有热心的意大利人帮我们叫到车，到上了车之后遇到了一个很热情的意大利的司机，所以这一切觉得经历的时候啦，会觉得很紧张，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情过后再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充满印象深刻的一个事件，所以也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大家不管在任何的旅途中，尤其我们是自由行啦，资讯资料啊，其实真的是要准备好再出发，而且最好是很明确。那当然我不可否认的，我觉得自由行中还是会有一些的小插曲跟惊喜，这都是自由行跟旅途中的一个有趣的地方。但是上不了船这件事啦，我会觉得这是蛮严重的，所以有关于你的交通上，你在什么地点必须得搭上什么交通工具的这一部分的资讯啊，我是非常的建议要提前的把资讯要看清楚，那做好功课，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咯。